你早就喜欢我，才会对我如此信任，否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把弟弟的事情跟我分享。因为你这个人表面亲切风趣，实则戒心很重，而且长相一般。要不是那一次我欠你一顿饭，加上之前对你的印象极佳，第二次见面应该不会有毛病。一紧张就爱喝水吃东西，突然到你家来，更是如此。我不客气，我已经数过了，每个人15只，我已经吃完了我的15只。这种地方都算得这么精确啊！看来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葩。所以呢？所以结论就是，我认的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葩。古人说秀色可餐，看来今天的饺子的确美味啊。这房子怎么样？风景很好，我喜欢能够看到灯火的房间，不会太喧嚣，也不会太寂寞。从这看出去，真的能看到半个上海的灯火，很奢侈。前2年这个时候，我差点失去这个房子。那时候金融危机，我账面上的损失每天6位数，跌得我差点从这阳台上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那个时候房子什么全都抵押了，好不容易等来了国家放出4万亿，贷款才有松动。你看，这些白头发就是那个时候长出来的。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，就天天混 BBS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你的，我很早就开始留意你了。我记得有一回你导版主，一篇篇檄文发出来，那真是酣畅淋漓啊，特别合我的胃口。而且你就能在头1天不懂的知识，第2天上来就懂了，而且懂得头头是道，能自圆其说。熬夜做功课的吧？是啊，你真的早就留意到我了。我还以为是我先留意你的呢。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怎么说话，但是说一句是一句，让人印象很深。彼此吧。要不是那个时候生意搞得我心烦意乱的，我肯定上阵助你。再加上那个时候我跟女朋友分手。分手？为什么？她是个挺好的姑娘，心气儿高，又有自己的事业。我那个时候事业失败，连同我整个人都……他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本来都谈婚论嫁了，可是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而且还有可能要背上巨额债务。说起来，也是我拖累他了。不说他了，说回我们吧。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的，听说你回国又在上海，所以就特别想认识你，想成为好兄弟。直到你扭扭捏捏不肯接我的电话，我才意识到，哎，有可能是女的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
我一见钟情，你呢？第一次见面，差点打退堂鼓，因为你这个人表面亲切风趣，实则戒心很重，而且长相一般。要不是那一次我欠你一顿饭，加上之前对你的印象极佳，第二次见面应该不会有。你刚才说，如果不是欠我一顿饭，很可能不再见我。我觉得不，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对我有好感，应该是在做网友的时候，否则你不可能容忍我对你一再试探，甚至告诉我福利院还有你弟弟的事情。是吗？是。你太迟钝了，所以没有觉察出来。上次在体验馆的时候，你特别惊恐地把我推开，我怀疑自己会错了意。我以为你不如想象的那么喜欢我，其实你是在抑制你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紧张了，你害怕直面我的情感。别怕，我不是心血来潮把你骗到家里来抛弃你的。这些天，我逃到国外去，细细地梳理了一下我们交往的全过程。我问你，你的身世除了我和老谭知道之外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你的那些好邻居知道吗？只有你和老谭。这就是了。你早就喜欢我，才会对我如此信任，否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把弟弟的事情跟我分享。这不是信任是什么？我很开心。为我们以多巴胺而非荷尔蒙为起点的罕见纯洁感情干杯。起点的话像是一道闪电，劈开了连安迪都不明白的内心深处，让他震惊，更让他慌乱不已。真的是这个原因吗？是因为安迪信任起点，对他有好感，所以才将一切和盘托出？还是起点错了？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安迪的一时冲动，不代表任何意义。干杯。太罕见，会不会就是一种病态？怎么会是病态呢？且不说网恋很普通，就拿我来说吧，之前以为你是男性，虽然还没有见面，但是就已经惺惺相惜了，认定要做好兄弟。那假如我之前要早知道你是女性，那结果肯定是另外一番样子。我不认为这就是病态。真的。真的，安迪，你太聪明，有异于常人的智商注定让你跟普通人不一样。但假如要是连这个都自认为是病态的话，那得需要多坚强才能活下去啊！干杯，傻瓜。